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号离京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，并正式访问柬埔寨。出发前，他在柬埔寨主流媒体发表题为“为友谊再攀高峰，为合作再辟新路”署名文章，提出中方愿同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地区国家携手前行，风雨兼程，为中柬友好与东亚合作再攀高峰，再辟新路。外交部此前也表达了中方对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3点期待，其中就包括聚焦地区共同发展，加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.0谈判，坚持多边主义与开放的区域主义等。应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邀请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8号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，赴柬埔寨出席第2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、第25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第17届东亚峰会，并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。出访前一天，李克强在柬埔寨柬英华文主流媒体新鲜新闻网、高棉时报和柬华日报发表题为“为友谊再攀高峰，为合作再辟新路”的署名文章。李克强表示，今天的世界正身处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，在这样一个大时代，无论是中柬友好还是东亚合作所一贯秉持的相互尊重、平等互鉴、合作共赢、开放包容等大格局、大智慧、大情怀，对地区乃至世界都是示范的力量、治愈的力量、向上的力量。李克强还强调，中方始终坚定支持东盟团结和中心地位，让彼此的朋友圈良性互动，并行不悖。各国可以放心，同中国在一起，没有选边站队的压力，只有团结共进的动力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4号在宣布李克强出访消息时表示，中柬是友好邻邦和铁杆朋友。近年来，中柬关系持续高位运行，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丰硕成果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切实利益。中国将继续深化同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。赵立坚表示，中方对于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3点期待：一是聚焦地区共同发展，推进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携手应对粮食、能源等紧迫挑战，培育数字、低碳等发展新动能；二是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，共同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，加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.0版谈判，维护产业链、供应链稳定畅通；三是守护地区和平安宁，坚持多边主义与开放的区域主义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，构建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架构。2022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步之年，也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的第1年。中国连续13年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，东盟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进一步巩固。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前10个月，中国前4大贸易伙伴为东盟、欧盟、美国和韩国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今年生效以来，作用持续发挥，中国与东盟进出口在前10个月保持着较快增长，同比增速达到15.8%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.0版于2010年建成，零关税已覆盖双方90%以上的税目产品，并在2019年推出升级2.0版，双方进一步开放市场。在去年11月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，中方领导人提出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.0版建设，主要凸显合作发展数字经济、绿色经济。观察指，该项目有利于双方共同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，有利于地区不间断的可持续创新发展。应该说，中国东盟是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，所以中国东盟的经贸关系非常的深入。那么，中国和东盟实际上我们的经贸关系非常的深入呢，会有助于抵制美国所推动的这种撕裂东亚的这种战略意图，所以从而使得整个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，通过这种“一带一路”的合作呢，可以更加深入的建构一个符合中国、
符合东盟国家的这个根本利益的这种合作框架。中国一直视周边外交为对外关系首要，把东盟放在优先位置。11月8号，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人民日报撰文，指出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。其中，在介绍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开创性、历史性成就时，王毅提到，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，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，蓝美等次区域合作加速发展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生效。而在介绍如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，王毅还强调，将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、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，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。中国和东盟呢，应该说是中国周边外交最重要的一个区域。应该整个环顾中国的周边呢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来看呢，起着至关重要的周边外交的稳定和发展的作用。所以这次呢，那么中国东盟的这个合作呢，也同样会要提升这个高质量的中国所提出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这种整个的亚洲乃至于整个和世界的这种合作的这种框架。那么东盟在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所以我想这次中国和东盟通过李克强总理的这种访问呢，会进一步的提升相互间的关系。